中国的股民都知道啊，在过去的一年2011年里，中国的股市是持续低迷。你看，从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间，中国的 GDP 呢涨了3倍，物价呢翻了一番，只有股市绕了一圈，又回到了2001年原来那个2000出头的起点。那么这个事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这10年间呢，什么经济学家呀，什么股评专家预测通通的不准，有的更是胡说八道。可是这期间只有一个人，每年的春节他都对来年1年的这个股市做了预测，而且这10年间从未失手，次次都预测准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真正的股神赵本山。春晚小品王赵本山何时转行开始预测股市？拐了啊，拐了！从卖拐到心病，从策划到不差钱，11部小品，莫非真能抓住股市跌宕的关键点？我这心啊，万两万两的。GDP 涨3倍，物价翻5倍，上证指数却重回原点。本山大叔忽忽悠悠，真就看准了大盘涨跌。这个真没有。老梁观世界，带你找找小品王如何变身股市名嘴，真正的股神赵本山。有的观众朋友看了以后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赵本山这个样子哪像一个股评家呀，哪像一个股神呢？有的说赵本山，你要说别的不像，有一点倒像。你比方说这个股市上那些黑嘴，经常告诉你啊，你不要看空，你不要看多啊，如果你这样，你永远赶不上这波行情。赵本山不也说吗？别告他就是晚期。神神叨叨的，你可真就这病发现就晚期。说这有点像股市那大忽悠。哎，我说的可不是这意思。确实赵本山在每年春节的时候都对1年的这个行情做了预测，而且都准了。这10多年间，赵本山是次次在春晚上都有小品。咱们从2001年开始数啊，我们都知道2001年之前，中国股市呢迎来了一波少见的大涨势。我还记得1996年的时候呢，股市刚刚550点，到了2001年，当时2000年年底股市收盘在多少？2073点。也就是说这5年之间，这是一波大的股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展望2001年这1年的股市，那肯定还得大涨。你看连涨5年了，而且当时各个网络股，你当时有不少这个网站的股票上市，说网络股将是这个2001年最大的涨幅看点，所以很多人前赴后继进到股市。那么就在这一片看多利好的情况下，你看赵本山的小品告诉大家，熊市要开始。有人说在哪儿告诉了？2001年赵本山小品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哎，叫卖拐。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你？你看，当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股市要开始转头向下拐了的时候，人家赵本山小品喊拐了，拐了，拐了。接着怎么样？2001年大跌21%，接下来开始一波长达5年的熊市，一直到2005年5月份的时候，跌到最低点998点。你看，当时谁也没看到这个，还以为5年的涨幅欣欣向荣，还能继续下去呢。人家赵本山站出告诉你，拐了，拐了，拐了。预测的准吗？那么转过年，我们再看2002年。那么这个时候有人看了，哎呀，1年跌了21%，是不是到底了？我们是不是该抄底了？但是2002年那个小品叫卖车，这回轮椅有销路了。人家腿都好了，腿好了，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到上车的。赵本山上来就告诉大家，卖车卖车卖车，为什么要卖车呢？很多人都不理解，还往进涨，结果没想到这一年又从1646点跌到了1358点，大家这才明白赵本山说的卖车是谐音，什么意思？就是你卖完了赶紧撤，这股市不能再待了，它会继续往下走的。2002年赵本山又预测准。我们看2003年赵本山的小品呢叫心病。
本人虽说村长落选，但思想工作还是要搞，在家开个心理诊所，专门治疗人的大脑，欢迎大家前来就诊，有钱给点，没钱拉倒。临江村大明白心理诊所，主治医生赵大宝，电话动拐，网址 www 坑你点 w。 那么在这个小品里边呢，有2句经典台词儿，一句是嘎的一声就抽过去了，呀，还真准。猴子，哎，老头子，这病我可你这少。第二句是我这心呐哇凉的，我这心呐拔凉的，我这心呐哇凉的。那么这一年的股市呢，恰恰也像里边范伟演的一样，嘎一下就抽过去，一会儿又回来，抽过去又回来，抽过去又回来。那么所有中国股民的心也像这个范伟一样，抽过去回来，抽过去回来。为什么？这一年的股票啊，往上涨了一块，往下跌一块，往上涨一块，往下跌一块。虽然这一年总体趋势的看没往下掉，可是股民的心态像跟了坐山车一样，一会儿嘎抽过去了，一会儿嘎又回来了。呀，我老婆妈呀，要走，快点的大夫，快点。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结果到年底，大家再一看账目呢，赵本山那句话灵验了：我这心呐，拔凉的。这一年股市依然没有什么大的收成。到了2004年，赵本山的小品叫《送水工》。儿子，我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对不起。这送水工的故事情节大家都了解，就说呀，这个含辛茹苦的母亲把孩子送到国外了，这孩子回来呢，这母亲不想让孩子担心自己，单身的母亲呢就假装找了个老伴儿，这老伴儿说白了是准备借过来给孩子当真爹的。可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爹，晚了啊，晚了。我是你爹。哎，不是，我是你爹呀。是，没见过面。哎呦，结果孩子回来呢，一交流呢，他成了个假爹了。赵本山就演这假爹，演个送水工。最后呢，他儿子呢送给他一顶帽子，还绿色的。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那么这一年的股市恰恰跟这小品高度的吻合。不真跌假跌吗？2004年的股市上半年头3个月是往上涨，大家一看，看来没跌，这是假跌。等到下半年的咵一直掉，往下掉，掉到最后1200多点了，到时候看来这是真跌了。你看假跌真跌，假跌真跌。而你要把这一年的这个股票大厅，你看那个整个股票的页面，你会发现那色儿啊，跟赵本山手里的帽子一样，焦绿的。那这一年，很多股民的心情也一下子几乎沉到了顶。所以这是2004年，我们看他通过送水工告诉大家，股市啊依然是绿的。到2005年的时候，股市依然处在低迷的状态，很多人呢吓得也不敢进去了。那么这时候赵本山的小品呢是功夫，是这个大忽悠3部曲的最后一部。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非常6+7呀。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里边不有那么句台词，忽悠，我是向你忏悔来了，接着忽悠，有我徒弟作证。组团忽悠我来了。也确实，要是2005年年初有人告诉你，今天股市你扎进去吧，形势会大好，你保准认为他是个黑嘴，认为他是忽悠。你别忘了，赵本山在2005年这个功夫的小品里边，已经对未来3、4年的走势做了预测了。意思是你来年就能翻过2500，
再过30年你就能够翻到5000。有人说哪有这预测成？大家记不记得赵本山拿个小锤，哎，我要把这个车砸碎。这几年耽误我们俩之间感情的就是这个罪魁祸首轮椅。今天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把它砸碎。师傅不能砸呀！师傅，这轮椅是你老哥俩重归于好的见证啊！不要乱说，你我不能砸呀！师傅，哎呀，师傅，大哥，大哥，你要砸就砸我吧。大哥不能砸你。大哥，你太有诚意了。孩子们说的对，不能砸呀！它不仅是我们重归于好的见证，更是我以后避免上当的警钟。我收藏了。那好，拍卖吧，说谁出价高给谁，骗范伟上当。拍卖时候怎么喊的？2000，我出2000，我给2500，我3000，我3500，我4000，我5000，成交。他告诉你什么？2000点会翻过2500点，再经过30轮会翻过5000点，怎么样？到2007年年底，果然翻到了5000多点。我先喊的，你喊多少？我2000，我2500，我3000， 3500， 4000， 4500， 5000，你看看。所以赵本山这个小品功夫，我认为是预测的最准的。哎，把这一年的股市乃至将来30年的股市都预测对了。2006年。刚才我们已经说了，2006年的股市呢已经掉头向上了，开始往上涨。那么2006年的时候呢，赵本山的小品是什么呢？叫说事儿。签字手术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那么这个说事的小品里边呢，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白云黑土过了多少年之后呢，再次来到了这个小崔的节目里边，叫小崔说事儿。那么这个小品里边呢，创造了一个当年的流行词汇，就是相当。相当有钱是相当大呀，相当多，那是相当壮观呀。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看完月子1就想看月子2，都搁那憋着呢。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哪烂走了，赶紧写月子2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而这一年的股市呢，恰恰也说明了相当这个词的给力程度，因为这一年股市掉头向上的时候，最高涨得过2675点，这是中国股市打开市到现在以来的最高点，所以可以说这一年股市那是相当壮观，股票涨的那是相当的多，老百姓这个心情也是相当的好，所以相当这个词儿等于把原来的这个小规模一下子放大了，非常符合当年股市呢那种兴旺蓬勃的景象。那么呢，这种好事呢还没到头，到了2007年，我们知道是迎来了一波疯涨。2007年10月份的时候呢，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点6124点，年底收尾的时候看5000多点了。那么这个时候赵本山在年初的小品里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个小品名字2007年叫策划。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整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在这策划里边有句著名的台词叫会下蛋的公鸡，公鸡里的战斗机，哦耶！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那确实这一年中国股市也成了公鸡里的战斗机，它涨到了最高6124点，在几年之间3年的功夫翻了5倍，是世界所有股市里涨得最猛涨得最牛的，这不就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哦耶！所以赵本山年初这个小品把中国股市最牛这段时间已经提前的告诉大家。到了2008年，中国股市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涨到了一个高点之后掉头向下，而且跌得非常惨。小云呐，
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是吧？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这巴西，我妈还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这个火炬啊，我说它着的是很好很旺盛，但它总有熄灭的时候。所以2008年中国股市急转上下，可以说跌的是相当的惨。到了2009年，赵本山的小品名字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吧？不差钱儿。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赠送一个呗。对。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的，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在这个时候，股市2008年跌得很惨。那么2009年，很多人战战兢兢，经历了07、08过山车之后，都不大敢进入股市了。那么这一年呢，很多人感觉这股票就像什么？就像赵本山这不差钱的一句台词。我那意思吧，就是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啥呀？是人活着呢，钱没了。2008年的股市不就说明人还活着呢，钱没了，眼看着股市里钱一天天做水。可是这时候赵本山又不忘了给你希望，我们这最后不差钱，那这小品名就不差钱吗？咱不缺钱，就是虽然你个人没有钱了不要紧，股市有国家托着。2009年中国出台了一个4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一下子把整个的行市又托起来了。所以2009年中国股市总体是往上涨的，提振了很多人的信心。温总理也说，信心比真金白银都重要。到了2010年，赵本山鼓捣这个小品叫捐助。你到底捐多少钱呢？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摁4个0嘛，个10、100、1000。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结果当记者采访时候把这事实点出来，赵本山一想，坏了，捐了3万。所以赵本山这时候说，我这境界没多高，我现在这血压有点高。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刚才您不刷卡了吗？您一刷卡呢，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确实，2010年整个股市确实让老百姓的血压是高，一会儿升一会儿降，一会儿降一会儿升，总体呢还是往下走的。所以这一年很多投资股票的老股民呢，都觉得股市啊，有时候让你这心里啊，要心脏都有点承受不了了。很多在这个股市里泡着的，尤其做短线的股民，不同程度的感到血压有点升高。那么一晃呢，就是去年2011年，赵本山的小品名字叫《同桌的你》，这个里边呢，留下了流行的话吧，就那么一句：此处略去多少多少次。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3个字儿。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儿。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那么这个跟股市有关吗？同样有关。2011年呢，是中国股市啊面临着洗牌的一年。我们看证监会的领导也换了，而中国股市在这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中，10多年来了，我们发现了股市里边不断有这样那样的传闻传出来。而中国股市在管理层面来讲，它解决了国企融资问题，也解决了机构一些融资问题。可是对于散户来讲呢，我们很少感觉到股市给我们带来的温暖，而股市像过山车一样上一下下一下。
就说中国股市啊，它最需要的不是多红火，而需要的是呢，能够尽量的正常一点，带给散户一种相对正常的投资的感觉。可是这些年实践也证明，中国股市在管理层面呢不那么正常。在管理这个层面有相当多的规则我们需要修正，有相当多的管理方式我们需要重新探索。所以说2011年对中国股民来讲是五味杂陈的一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评价这10多年来从来没怎么正常过的中国股市。所以这种五味杂陈的心情啊，可能作为媒体人来讲尤其需要这句话，就是此处略去1万字，啥也别说了，眼泪哗哗的。这是你拿纸和笔干啥呀？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我就写个名，此处略去1万字，让他想吧。今天呢，我给大家呢把赵本山的小品呢从2001年说到了2011年。那么这10多年间呢，也恰好跟中国股市的走向呢存在着不谋而合。有人说老梁你说那个是笑话，很牵强，有的也不准。对，确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在以一种细说的方式呢，通过赵大叔的小品来反衬出我们中国股市的一些问题。其实刚才我说了，中国股市呢并不需要它多么火爆，给老百姓带来天大的好处，它只要正常一些，平常一些，能让我们把它当做一种普通的投资渠道来感受。我想这就是中国股市现在最需要做到的。就像赵本山的小品，他在这10多年间呢，可能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的水准不行，有的水准很好，但总体来说，我们对赵本山的小品是充满着期待的。赵本山小品呢，也能正常的保持着一个水准。我想中国股市也应该像赵大叔的小品一样，它有一个正常的水准，而且每年呢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期望。这种期望就像什么呢？我们现在展望2012年，就如同《非诚勿扰1》里面结尾那样，我们所有的中国股民多么希望在这个展望2012的望远镜当中能看到红彤彤的一片股市。相声对于春晚来说呀，就好比酒对宴席来讲，无酒不成席嘛。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啊，讲究说学逗唱，只要能给各位带来欢乐，那是我们最高兴的。如果没有1、2个好的相声段子，好像过去春晚呢就给大家的感觉就不那么美好了。可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呢，春晚的相声啊变得一点都不可乐了。有人说可乐也容易啊，找好演员呢。现在郭德纲相声说得好，为什么不找郭德纲呢？我们这时候就产生一个疑问了，为什么郭德纲的相声都上不了春晚呢？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就春晚相声为什么不可乐了，郭德纲为什么上不了春晚，咱们恐怕得从往前倒一倒，就春晚相声的这个历史。咱们先得从郭德纲的师傅说起。他师傅谁呢？铁路文工团已经过世的著名相声演员侯跃文先生。侯跃文先生跟石富宽先生呢，当年在春晚舞台上啊，曾经说过一个相声，名字叫《京九演义》，就是京九大铁路啊贯通的时候，这两个人在台上说了一段庆祝型的歌颂型的相声。可是我现在想问一问电视机前的相声迷，你们谁还能记得那段相声里侯石二位先生到底说什么呢？恐怕您记不起来了。我说同志们，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呗。你猜我们工人说什么？说什么？队长啊，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呀，就是死也要保住这个隧道啊。经过48个小时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战胜塌方，保住了隧道了。战胜塌方。歌颂型的相声不是相声的正路。歌颂型的相声，歌功颂德的，很难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声的核心，一个是讽刺，一个是幽默。离了这2点，你去发展别的，只能说你是误入歧途。那么从这点上说，我们就发现，早期春晚的舞台之所以相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深，那是因为他坚持了讽刺幽默2条腿走道。比方说，很早的时候，84年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那届春晚，马季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段子。我们想为你们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说是这个宇宙般的祥言，是一个典型的讽刺段子，讽刺当时一些厂家呢虚假宣传，做假广告，为了有销量就不顾这种真实性。当时这个段子引起的反响是特别大。可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段子呢也不是改编传统段子，也不是说多数人创作，就是马先生一个人写的。而且是用了多长时间写的呢？1天半时间就演出了。我说怎么那么匆忙啊？开始这个段子呢，名字叫光明牌火柴，
结果领导看了之后呢，说：“哎呀，光明牌火柴，这火柴能有多大穿透力？这不行，不可乐。”就这么着，马季逼的把它改成宇宙牌香烟。可是改了烟，所有的这个相声的一些扣、一些包袱就都得改了。所以他逼的他用了1天半时间，腊月29改的，30晚上就登台说。当然，咱得佩服呢，马先生现场啊，这个能力特别强。其实说新词儿，又是在春晚那种场合，谁都紧张。马季当时也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个是出汗，可是出汗他都有包袱。那个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不着了，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反潮。你说不潮，你说不潮，我这老门子都有水了。再一个，他用打火机呢点烟，但是这个时候手抖的厉害，烟就没点着，马季马上抓牵挂。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哎，他把这些一一的都化解掉了。那么这个段子里边对于乱做广告这种讽刺是非常深入，所以这个段子现在有的时候呢在电视台重放依然有非常不错的收视率，做的确实是好。那么在这些讽刺相声的基础上呢，87年马季在春晚上又创作了一个迄今为止我认为新时期最经典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谁是五官之首？谁该立头功？是，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什么毛病你啊？五官争功呢，采用拟人化的方式带入，讽刺了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啊，好多人下海挣钱了，或者自个儿有能耐，放开手脚了，干活了，获得一些好处，旁边有人得了红眼病，嫉妒、猜疑，甚至是陷害，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讽刺意义。那么那一年呢，还有另外一段相声的讽刺也很强，就是牛群、李立山两个人合作的相声，叫《巧立名目》。我说科长，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你们这科长他怎么说呀？打个报告吧。怎么这吃烤鸭还打报告啊？民众这颜色吧。堂而皇之。是的。那你这吃烤鸭这报告你怎么打呀？好写啊，报告这样写啊。怎么写呢？领导幕后，为了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啊，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呀？哎呀，这个欠妥都提不到，胡说八道这是。不要着急啊，理由总是有的啊。你怎么办呢？好，报告这样写，怎么写呢？领导幕后。我们看这几段讽刺相声，酣快淋漓，老百姓爱看爱听，也爱琢磨，确实跟身边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能勾连上。可是从那以后呢，我们好像觉得呀，这个讽刺型的相声啊，似乎是越来越少了。这个当时有一种大环境，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86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新兴》，主演是周丽京，演李向南，是县委书记呢对县里面的事进行改革，那是我们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连续剧。可是在那以后呢，好像这类题材也少见了，讽刺型的相声也少见了。那么相声虽然讽刺有时候暂时做不到了，但是另一条腿幽默依然能使它发扬光大。那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姜昆有那么一个题材，在这个春晚排练的时候呢，他讲一个村的村长啊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说焦点访谈来采访来了，给他吓的。结果这段相声呢在审查时候被拿下了，为什么呢？很多人提议说不要讽刺村长，不要讽刺基层干部嘛，连一个村长都不敢讽刺，你说相声的讽刺地位往哪儿摆？所以当时也很无奈，很多讽刺性相声不再出炉了。那么春晚舞台上取而代之的呢，以姜昆为代表的这种幽默搞笑的相声。当然相声我们说最主要是让你发乐发笑，如果说你真乐了，这个相声目的就达到了。当时姜昆确实做到了这方面，有两个经典的段子大家可能还记得，一部叫这个虎口遐想，一部叫电梯奇遇，就是一个是掉到老虎洞里了上不来了，另外一个是卡在电梯里出不来了。
悬的还在后边呢啊！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哎呦，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1楼了啊！白上了，没白上，咣，哎，5楼滋儿啪，1楼没有20分钟，他走了我60多趟呀！哎呦，这两个相声纯粹属于搞笑的，略带那么一点点讽刺的味道。那么说这两个相声呢，我也把它看作是呢相声这些年来为数不多的革新。为什么说革新呢？它不是由专业的相声作者和专业的相声演员写的，是谁写的呢？著名的喜剧作家梁左，就梁天他哥哥，我爱我家那个编剧，是按照幽默小说的路子来写的这么相声作品。他就可以不拘泥于原先相声创作那个三翻四抖啊、铺平垫稳的，不拘泥于那个。有人说这也不够内行，那不要紧呢，说的人内行啊，可以帮他去改吗？应该说都体现了梁左一个风格，就是把人呢放到一个极端的场景当中，然后和以往的人性啊、习惯呢形成反差，制造笑料。你往什么是极端呢？老虎洞里是极端，电梯里卡着不出来是极端。那么这时候跟平常的习惯人性一交叉，包袱就出来了。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哦，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心地善良，眼泪都出来了。是啊，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所以说姜昆那个时代呢，基本上呢把相声幽默这一点发挥的是非常不错的。他有各种各样的戏剧化的包袱，利用传统相声里边呢那种一些对比啊、反差啊，给我们制造了无穷的笑料。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在幽默相声这条道上往前走，有的时候很难往前走，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走不通，原有的包袱笑料啊太过陈旧了。所以这个时候春晚舞台上呢，在相声方面形式上出现了一些革新，其中的急先锋就是牛泽冯巩这哥俩。我们看他俩的相声段子呢，跟这个姜昆马季说的不大一样。这两个人呢无所谓捧哏和逗哏，俩人嘚俩人语速同样的快，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就这么定了。怎么样？都卖点什么呢？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味道好极了。啊，冯巩牌的酱肉啊，我要，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啊！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为什么？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那么这个形式一登上春晚舞台，大受欢迎。为什么呢？口接的比较密，容易产生包袱和笑料，容易产生冲击。相声嘛，三言两语刻画出形象，然后制造人物矛盾冲突。俩人对着说的这么密，矛盾冲突很容易制造，可以快速热场。所以牛群冯巩在这方面使春晚的相声表现形式又往上提了一步，体现了丰富多彩这种创作原则。那么在牛群冯巩之后呢，可能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呢出现了江郎才尽的状况。那么在牛群冯巩之后呢，可能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呢出现了江郎才尽的状况。在上春晚的这些相声演员里边呢，我们发现呢，没有再超越过去前辈这样的例子出现了。但是在形式上呢有一些变化，比方说旗帜大兵这一对，这两个人表演相声不仅是把子母哏那个形式学过来了，而且超越了这个子母哏。两个人再怎么子母哏说相声，毕竟是说，他俩人开始演。我们50几个人挤在卡车上，不怕被挤死，顾不上那么多了。唱着歌就下乡。唱什么歌？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别把我推下去。这两个人表演相声呢，里边夹杂着很多小品呐、戏剧啊、二人转呐之类的表现形式。为什么呢？因为骑士大兵以前就是在湖南各个夜场跑场子，底下观众希望看到什么他就演什么，所以两个人不仅有语言上的，还有大量的肢体动作，所以这个使相声的表演呢有点日趋的往小品的方向转化。到现在达到一个极致呢，就是这2年相声舞台上出现的新秀贾玲和白凯南，一男一女，两个人表演的东西，说实在的，我是不敢把它称为相声，那个东西不叫相声。但是你给它怎么归类呢？有一位相声名家说，他俩叫二人表，就是两个人在台上表演，
其实两个人你从相声的基本功来看，那跟前辈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只是形式上做了一点创新。这个创新现在你能说成功吗？我看根本还说不上成功。就说春晚舞台上这种相声的探索还在往前走，可是我们发现呢，在探索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这个相声水平啊，似乎是一年不如一年往下滑坡。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了我刚开始提出的问题，说相声不是没有人才啊，那这几年的郭德纲火成什么样啊？为什么不让他来春晚呢？哎，有的人在网上说郭德纲啊和这个春晚剧组啊说这个矛盾那个矛盾，我认为这个都不是主要的。要说清这个问题，咱还得举个例子，谁呢？相声界的泰斗我知道，一个马三立，一个侯宝林。马三立当年上过春晚，那是1985年呢，在工人体育馆搞的一届春晚，很不成功，现场乱乱哄哄，还冻得要死。那一届把马三立马先生请，马三立在现场呢表演了一个叫大乐特乐的这么一个相声活。结婚那是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离婚俩人要离婚，吃完这顿饭散了，哪儿吃？吃包子，狗不理。那么这个活里边呢，马三立呢前面铺的平，垫的稳，最后抖几个大包袱，哎，这包袱很响，可是现场效果却不好。为什么呢？马先生就发现了，春晚这个舞台，他要求你快点出笑料，没给你多少时间让你铺平垫稳。可是相声不同于二人转，相声就是你得慢慢咂摸滋味，一点一点听，然后啪，最后抖出一个大包袱，让你听完之后回味无穷，不是哈哈笑两声就拉倒了。这个包袱你回家再琢磨，你都觉得有滋味。这是相声，它有一个铺平垫稳的过程，所以往往需要呢观众呢静下来跟你配合。可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呢，很难给你铺平垫稳这么长时间。再另外一点呢，在体育馆里表演很费劲，为啥？相声有三怕，什么三怕呢？叫广场小孩听不懂。什么意思？在广场里表演，地方太空旷，不拢音，下边人容易听不清。要再有俩小孩在又哭又闹，把你包袱都给搅了。而且你到一个听不懂你话的地方去，你比方说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什么东南亚那，他听不懂你说什么。相声最怕这仨，叫广场小孩听不懂。其实呢，相声还怕第四个，就不给你功夫，不给你时间。马三立当时演完了不成功，再回到天津，几届春晚的导演请他，他不来了。我呀不适合春晚，我别耽误你们工作。其实马三立潜台词是什么呢？春晚容易把我这相声糟蹋了，我的长处发挥不出来。我说马三立马三爷之所以不到春晚的舞台演相声，恰恰是郭德纲的相声进不了春晚的关键原因。导演您好，我要上春晚。对，我要成一个大腕儿，表达一下，我很了不起了就。说心意。导演说这你来晚了你们导演哆嗦什么呀？有身份都得这样是吧？没听说过。您来晚了你先跟着干活吧。干活？擦擦桌子，搬搬椅子，弄个水，送个盒饭，扫个地屋的。你这样，给我遛狗去。遛狗也管给我遛狗去多缺德，我还得给他遛狗去。他现在成了腕儿了，相声界里头他现在大伙儿听他说的最好，到这种程度他就不愿意适应你春晚的节奏来改自己的相声。当初他籍籍无名的时候，假如说只是春晚出人头地的时候，可能为了春晚我要改变这个。现在不一样了，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我已经有这腕儿了，我不借助你春晚我一样出名了，那么我当然没有必要根据你这个改我的东西。所以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春晚导演的好恶人不是不喜欢郭德纲相声，那毕竟春晚有他特殊要求，你让我这改他又不愿意。你看为什么冯巩春晚的导演喜欢冯巩来演？冯巩相声有个特点，他不用铺平垫稳，有时候一上场四六八句一说，底下哗乐了。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当然这种情况呢有时候难以为继，后来你看冯巩也不说相声了，演他所谓的相声剧，其实那就是小品。小品进人物有肢体语言呢，那对于热场来说，你算算他得多快。假如你站着嘚不嘚就说，你得通过你的语言把观众带入到你的场景里，然后再搞笑，他要费一番劲。可是我一上来啪啪动作也有，相声也有，语言也有，三合一的，你这个场子不就热得快吗？所以冯巩有些东西他非常适合春晚，而郭德纲能耐在这儿，
但是它不见得适合于春晚。所以这是为什么郭德纲相声上不了春晚最技术化的一个原因。有人说他不上去，他徒弟可上去了。你看这个去年我们知道何云伟还有这个李菁是跟郭德纲平辈的啊，何云伟是郭德纲徒弟，两个人上了春晚了。说这怎么就能上来呢？可是大家你要回顾一下这个春晚上何云伟、李菁使这活，你就知道这活本来的名字叫学电台。学电台呢是传统相声里边啊挺搞笑的一个，可是为了适应春晚这个舞台呢，把里边有些包袱也给删了啊，把里边的结构也给拆了。我们说何云伟、李菁两个人能耐不差，当年没离开德云社的时候，在德云社那也是好角儿，船底的角儿。可是到了春晚舞台上，你看看他这学电台被改成了什么支离破碎的模样。所以我说呀，关键是你这个东西能不能适合春晚。那说到这儿呢，有的观众朋友说，那既然春晚对这个相声演员有些展示不利，怎么那么多年轻演员脑袋削个尖儿都要扎进去呢？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小剧场上积攒的人气呢？跟大家说实在的，他在春晚舞台出名了，在全国那就出了名了。所以全国有了名了，你算全国多少个地方？我统计过2841个县，还不算各个地市呢。一个地方走一趟，春晚有名是腕了，一个地方挣份钱，全国溜这一圈，他得挣多少钱呢？即使能耐不行，他得蒙多少钱呢？所以我说这里边有巨大的利益在里边。所以这个呢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利益啊，对艺术形式不见得都是好事，它也有侵蚀作用。假如说相声不挣钱，演员的能耐是涨不上来的。可是说相声挣钱要太容易，同样相声这水平也不容易提高。